这是90年代四川男人们背着货物翻山越岭的真实场景。背上的货物正是一种被称为黑色黄金的茶叶，他们是茶马古道上往来贸易的马帮商人，通过人挑马驮的方式将四川云南的茶叶销往拉萨以及印度和尼泊尔。单项行程就需要徒步走上3个月，沿途需要乘坐溜索或是用羊皮筏子横渡怒江。在世界茶叶中心的云南普洱，有着20多个少数民族，祖祖辈辈靠着种植茶叶为生。在布朗族流传着一个传说，2000年前的首领巴彦冷临终前将茶叶传给部族。相比金银牲畜，茶叶能确保后代一生吃穿无忧。将采来的茶叶放在盐片上烘烤，放入水中用陶罐煮开，这是布朗族几千年来的饮茶方式。在以前，茶树都长得非常高大，这棵1800岁的古茶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树。如今培育的茶树都变得低矮，方便人工采摘。鳞次栉比的普洱梯田便是茶马古道的起点。这支队伍正在庆祝150年前进贡给皇室的普洱茶回归。和一般茶叶变质腐烂不同，这颗茶叶名为万寿龙团，150年仍保持着色泽和外形。2.5公斤的重量，07年估价为580万元。这是制作普洱茶的特殊工序，用整个人的重量压在石墩上，采压1个半小时，茶叶被压成饼状，从而方便运输，也不易破碎。每块茶饼标准重量357克，7块茶饼加上包装的重量，一包总重2.5公斤，一头骡子左右各放12包，60公斤正好是骡子可以一整天驮着的极限重量。茶叶收获的季节正值雨季，运输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保持干燥，经常是在运输过程中就开始发酵。在以前，商人们会因为茶叶发酵而垂头丧气，却在无意间发现，普洱茶发酵越久，其风味越是独特。驮着茶叶的马帮会在大理停留住所。数十年前，这里遍地开满了买卖茶叶的茶庄，光滑的石板路见证了曾经的繁荣景象。茶马古道从云南普洱出发，穿过大理，越过横断山脉抵达拉萨，再转而销往尼泊尔和印度。这便是从云南前往西藏最危险的茶马古道，期间需要徒步3个月才能抵达。绝岭峭壁间的羊肠小路，无人知道是怎么来的。为何马帮愿意走这条充满危险的道路？对高原上的牧民来说，他们整日都跟随着牲畜寻找稀少的牧草。高原不易种植作物和蔬菜，牦牛肉是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，因此他们的饮食中极度缺乏维生素。茶叶变成了他们获取维生素最有效的途径。牧民们每天平均要喝50杯以上的酥油茶，他们是世界上最能喝茶的人，所以茶叶又被他们称为黑色黄金。此外，寺庙也要消耗大量茶叶，僧人们早中晚除了诵经，还需要饮茶。值日僧正准备着僧众们要喝的茶。在历史上，第一碗酥油茶便是由僧侣制成。1日3次的饮茶也有着明确的戒律，严格按照规定倒茶，饮茶不可发出声音。饮茶的需求也从寺庙内迅速传到牧民生活中，茶叶因此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。为了获取茶叶，牧民们唯一可以交易的便是马匹。藏马体质优秀，奔跑速度快，也受到商人的青睐。四川雅安曾经也是茶马交易的重要市场，如今仍是四川最大的茶叶生产地。生产的茶叶主要供往西藏。和云南的普洱茶不同，这种由阔叶和叶柄制作的叫边茶，性价比相对比较高，每年生产超过11万吨，相当于每个牧民1年消耗20公斤茶叶。随着川藏公路的建成，货车可以开进了西藏，再也不需要人背马驮。在茶马古道时代，四川的汉子们便背着茶叶翻山越岭往来贸易，抵达横断山脉，再将茶叶交给藏族马帮。马帮需要跋涉近2000公里回到拉萨。高耸入云的梅里雪山作为滇藏茶马古道的重要隘口，山顶终年不化的冰雪汇成2000米长的冰河，只有在每年6月份冰雪融化，马帮才能穿过这条路。当他们最终翻过这座雪山，便抵达一座海拔4000米高的牧场。冰雪融化时，牧民们都汇集到这里寻找牧草，他们的日常生活都依靠牦牛，牦牛酥油变成了他们能交易的农产品。将牦牛奶倒进一个木质的容器里搅拌一整天，便能分离牛奶中的脂肪。茶和酥油都是牧民们不可或缺的物资，一斤酥油能卖到17到18块。云南丽江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交通和商业中心，所有的商人都来到这里组织马帮，规模最大时，同时有上万匹牲畜。在1300年前便已有着为马帮指路的路牌。为了便于马匹通行，有钱的商人出钱修建了石板路，这些凹坑由驮着货物的牲畜一脚一脚磨出来。许多马帮商人最开始都是帮别人看马，挣了钱后才有属于自己的马匹，靠着茶叶运输。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商人们以此养活着家庭子女。出门在外的马帮商人们都需要冒着许多危险。这是1920年马帮跨越怒江的场景，他们用溜索运送骡马，
身上系上羊皮筒子当救生圈，冒着生命危险来养家糊口。唯有丰厚的利润回报，才得以维持着马帮的正常运转。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、风餐露宿，马帮抵达了拉萨。茶叶在这里能翻到5、6倍卖掉，西藏牧民们都会来到这里买茶。西藏是茶马古道的终点，但却是前往尼泊尔和印度的起点，再从印度和尼泊尔带回纺织品，在大理和丽江出售，如此循环往复。